好的，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今天来简单说一下旋风成魔在 S5 的变化啊。这个玩法在目前野蛮人这边呢，定位还是跟古毛在死灵那边差不多，就是一个纯粹的速刷 BD。你用它来速刷100层攒材料，或者是用来速刷狂潮搞材料，非常的爽，但你冲层体验就非常的差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旋风成魔的主要的。等我裤子穿错了啊！稍等，我去拿一条裤子，拿一个头盔啊。然后我们说一下旋风成魔在这个 PTR 里最重要的一个补强，还有一些机制的 bug 吧啊。最重要一个补强也比较简单，先等我把我的裤子找到了，在这里啊。就先说一下一个很重要的补强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新的威能叫愤怒掌握啊，效果是你的怒气高于40点的时候，我们会永远处于狂暴状态。每秒消耗2点怒气。那说一下这个威能的实际效果，它实际效果就是一直给你狂暴，然后这个狂暴是能触发我们的俏里妈勇武的俏里兹的獠牙的啊。所以说你如果有一个跟琉璃这么好的俏里兹的獠牙可以带啊，因为这样子你永续狂暴的情况之下，你会获得 40% 的减伤，非常非常的变态啊。这个是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主副的加强啊。主副加强现在是没有时装的，我们主副要跟安头一起来说。我们之前的数据挖掘里，安达利尔的仪容挖出来是伤害翻了3倍，现在在 PTR 里它的伤害确实显示翻了3倍，但是经过实测，这个伤害目前还是我们 1.4.3 的水准，也就是说暴雪只改了文本，主副这边呢没改啊，什么都没改，还是100%的暴击伤害提高，它还是直接改我们面板的啊。就这里你看我换一下，变成3100的爆伤了啊，因为我这把武器也有爆伤嘛，所以实际上来说，主副现在确实是没有加强的啊。这个是安头跟主副，然后说一下几个新暗金的联动，一个是头，露西昂之冠，这个头会增加旋风斩的伤害啊，然后呢也能加我们旋风斩的消耗，但是它的增伤是不会对成魔或者说是不会对狂暴撕裂这个威能影响的啊。我们的主要输出就是旋风斩带出来的成魔触发的狂暴撕裂，所以这个头它很强，但是旋风暂时用不了，看正师符会不会修。正师符如果修了，那旋风就能带它了，很强啊，很强。这是头，然后还有一个项链啊，洛克兰的项链。这个项链的2个被动，一个是暴击几率提高，一个是暴击伤害提高。那经过实测呢，这个暴击几率提高是一个不显示在面板的额外暴击。如果你面板有 50% 的暴击，而且有100点的主要资源，那你就会获得 50% 的暴击率，你就满暴击了啊。目前猛击带这个项链很强，可以直接全程满暴击，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每多出1点资源，暴击伤害提高这一个 buff， 它也是独立的爆伤。比如说你堆了300点的怒气，那你在300怒气的情况之下，这个项链能给你提供 200% 的爆伤提高，以及 50% 的暴击几率，非常的强力，非常的变态啊，甚至可以说是完爆主副了。但是它这个爆伤不是显示在面板的，所以旋风也吃不到啊。因为我们流血旋风的一个最大的核心，我们这个永血被动它是根据我们的面板结算的啊，我们面板上的暴击爆伤是多少，它就是多少啊。所以说有的人之前说了，为什么不带这个被动啊，不带这个绝不留情，就是因为绝不留情的暴击它不显示在面板，所有不显示在面板的我们的永血都不吃啊，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呢，对旋风来说，唯一的加强就是啊，这个手套可以让我们全程狂暴了。然后全程狂暴之后就不需要考虑怎么续狂暴了，就接下来就是只用考虑去怎么去拉高别的伤害就行了啊。然后呢，因为我们流血节点的改动，现在也只要堆300的异伤了，就剩下全堆爆伤就好了。我们这边也是稍微改了一下回火。就最后说一下主副如果是还是100%的这个版本，那它是可选的，你在其他装备很好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带它的。如果它加强到了200时装了，那之后就是无脑带了，有主副就可以带了啊。然后带主副之后，你可以在装备上稍微洗一洗，比如说是洗一些力量加敏捷的装备啊。我看看我有没有留啊，我看我有没有留这样的装备做例子，找一找
那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一件装备上啊，你用游侠去洗了敏捷，可以再拿野蛮人洗一个力量。那么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又有力量又有敏捷的武器。那敏捷是可以加我们暴击的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把你的暴击堆高。比如说我现在是多少来着？我现在70的暴击几率，对吧？我把这把剑换上去，你看变73了啊。然后带主副的话，因为主副给了很多的血嘛，我们3把武器都可以这么做。那这样子整体下来能够换来一个 10% 左右的暴击，提升是比较大的啊。当然这也是等之后的版本啊再说了。主副加项链的爆伤对于猛击来说确实是9倍啊，但是对于旋风来说不是，因为旋风吃不到啊，我们成魔是吃不到的，就包括这个版本旋风是吃攻速的啊。晚点我给你们看一下攻速旋风斩有多么的抽象啊。我们现在打一下101层给各位看一下，就旋风实际上的情况没变的，但现在大秘境有一个很大的削弱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对旋风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我们这边来稍微看一下，等一下别动。皮达载入有点慢，我看一下装备应该没问题啊，装备应该没问题。那么接下来就是直接打了啊，你可以看到进度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我们说一下 BOSS 啊 ，BOSS 这边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PTR 里面所有的大秘境 BOSS， 我们昨天也说过了，强度会比正式服的要强很多，强了大概10到20层的强度。你打起来非常的刮，你想不刮的话有2个方式，一个方式我们昨天演示过了，进门死1次啊，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待会儿会演示的啊，就是不死，但是会操作一下啊。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各位待会儿看我操作就行了，就是界面拉脱战，这时候 BOSS 就会判定啊，你已经拖过一次战斗了，那他就应该死啊。攻速旋风斩太弱了，你不带项链纯钻的伤害太低了，而且你的攻击范围也不大，就是一个纯粹逗乐的玩法了。攻速旋风斩现在差不多是跟先祖锤还有死亡重击一组，比那2组还烂一点。就先祖锤跟死亡重击好歹几亿呢，你攻速旋风斩拉满了几千万一跳，对吧？太抽象了啊！接下来我们直接去旋风雕纹，我没测，我体感是没修的啊，有带过，感觉是没修的，还是带那个开膛破肚就好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我这边忘了按我们的先祖啊，先祖就打 BOSS 再按吧啊，不急。然后你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打了这么久的深坑的进度长得非常的抽象，这也是 PTR 的一个变化。我不确定是暴雪有意为之的，还是出的 bug 啊。反正 BOSS 的血量是 bug， 这个深坑的变化不确定是不是 bug， 它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啊，它有可能是 bug， 有可能不是 bug， 这个具体要看暴雪政府怎么调啊？哦，对了，泰瑞尔之力的加强啊，泰瑞尔之力这边的神圣乱射好像也加强了，翻了1倍，原来能打50万，现在能打100万了。用来清小怪还是有点实力的，但是也没那么强，反正就是属于能用的水平啊。热修没修啥，这次 PTR 的热修没有修什么东西啊。早知道我们先打深坑了啊，反正你看这进度现在给的很抽象。我们第1张图打了那么久，第2张图打到现在啊，进度还没满，但这已经是比较好的了。有的时候你会打满全图只有80进度啊，然后你杀最后一组精英，他给你进 BOSS 房了，那个就更抽象了啊。好，然后你看啊，然后我们过来啊，我们正常转，你看 BOSS 血量跟刮痧一样掉的非常慢，对吧？我们跑啊，跑不了了，完了，跑不了了啊！就你看这是正常打的水平啊，正常打水平就是这么慢的。然后我们让他把我打死啊！就还有一个就是你刚进 BOSS 房的时候，这个雾门是没生成的啊，没生成你是可以跑出去的，但现在就没法跑出去了，你就只能让他把你打死了啊！当然最好还是早点跑出去啊！那我们这波演示有问题啊！啊，那我们这边演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哦，你看 BOSS 还会给我们叠这个200苦痛 BOSS 的这种易伤效果，但是如果你死了一次，或者是你拉脱战了一次之后，它就不会跌了啊，它就变正常了啊，反正就是你跑出这个雾门再跑回去就好了，可能是暴雪的怜悯吧啊，你看这一下对吧，伤害一下子就正常了，对啊，所以这也是主副的一个好处啊，因为下赛季主副可以让我们装备无事耐久，对吧？你就不用去多死了
啊，就大概是这样。这个就是 PTR 目前旋风的一个情况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之前也说了演示旋风嘛，现在演示也就结束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该去凑法师的那个 bug 装备了啊。